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帮我点个赞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欢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本集影片也有留言抽奖活动，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"我也好想去东京玩"，就能抽到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。详细的抽奖办法可以看资讯栏哦。本集影片由 With Me 行李箱赞助播出，让 With Me 行李箱陪你一起环游世界，让旅游更轻松。影片最后还有详细的介绍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人许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10月中因为工作关系到东京出差，刚好有几天放风的时间，于是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东京独旅。毕竟我一直以来出国都有木一养的陪伴，这次独自出国也是有点紧张。当然啦，因为是出差，不用自己付机票钱，所以肯定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所以毫不犹豫就订了星宇航空。我只能说一路上真的是非常享受。自己真的没有想到1年会来东京2次，虽然这一次只是短短的几天，但能踏在日本的领土上就是超开心。这次我是中午左右抵达成田机场第2航厦，刚好有半天的时间，我没有马上进到东京市区，而是要带大家去成田市逛逛。首先搭手扶梯到 B1 往铁道的方向前进，要前往东京市区的火车 Skyline 也是在这边搭乘。我们今天要搭乘的是 KS 京成线，找到3号月台，看到有写往京成成田的方向就对了。抵达月台后，只要是一般急行的列车就可以到达。京田成田距离机场只有1站的距离，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，非常适合像我这次有半天时间，或是要搭机回台湾前来逛逛的地方。从京成成田站出来的左手边，马上就会看到一整面的寄物柜，有小、中、大不同尺寸的寄物柜，最便宜的是单次400日元，大的寄物柜单次要700日元。像我这次是一下飞机马上就来这，真的很需要先寄放大件行李。不过我那次来寄物柜其实蛮热销的，大部分都是满的，稍微等一下才会有空的。另外这边没有对币机，所以如果没有100元硬币，就要到旁边的全家买个东西咯。寄放完行李，终于可以开始今天的行程啦。今天我们会一路从成田车站，沿着长达1公里的表参道走到成田山新圣寺。从车站走出来，往右手边走，看到转角这间日高屋拉面，这个方向就没错啦。这条参道有着非常怀旧的风情，有着不少的美食餐厅跟伴手礼商店，非常适合到这里来走走逛逛，而且人潮不会很多，逛起来特别舒服。这间金石的甘太郎已经有67年历史，主要卖红豆沙饼跟白豆沙饼。阿妈塔罗的红豆沙采用精心挑选的红豆制成，透过精心的烹制，形成诱人饱满的豆沙。它的皮很 Q， 然后红豆不会很甜，而且是吃得到颗粒的红豆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这就是路过买一个吃一下当点心，这很赞。这家成田藏元清酒专卖店是成田市专做长寿泉地方清酒的商店。如果是喜欢搜集或是品尝不同地区清酒的，这里也有提供单杯500日元利口酒可以试喝，喝了觉得顺口再买。继续往下走，会越来越感受到怀旧复古的江户风情，开始看到两侧出现日式的旧建筑，真的很漂亮。这家后藤团子屋有179年历史，店内就很像是当地奶奶的房子，真的感受到完全是一间老店。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Mochi Mochi 烤团子，他们家的团子口感很不同，质地介于饺子跟麻糬之间，真的是更柔软更有嚼劲，加上咸甜的酱汁，真的跟团子非常搭配，非常美味，我超级喜欢。如果喜欢吃日本羊羹的朋友，这家柳屋本店是专卖羊羹的店，其中他们家非常人气的商品就是栗子蒸羊羹，也是很多人会来买的伴手礼。最令我悔恨的就是这家成田优美牧场，我最想吃他们家的冰淇淋，结果居然卖完了，有够难过。听说他们家的鲜奶冰淇淋是超浓郁款，很可惜我没能吃到，有吃过的朋友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
川丰是成田山表参道非常有名的鳗鱼饭店，入店之前要先在柜台点餐，菜单有中文，所以不会太难点。鳗鱼饭主要的差异是在于鳗鱼的量，店内非常日式，还有这种合适的座位。如果刚好是坐到这种座位，要先拿旁边的塑胶袋把鞋子装起来再入座。入座之后，店员会把食券撕一半放在这个盘子上，餐点送来之后就会再收走。我的鳗鱼饭送来啦，鳗鱼饭上桌就是像这样子的日式饭盒来盛装。我这次点的是鳗鱼最少量的乌纳琼。看看这个带着油油亮亮光泽的鳗鱼，光看这个颜色就让人口水直流，而且饭量看起来也不少。鳗鱼本身油嫩肥美，入口就会马上化开的感觉，微甜咸酱汁真的很赞。底下的饭也会被沾满了烤鳗鱼的酱汁，饭是刚刚好的湿润度，搭上酱汁真的一绝。以分量来讲是真的很多，我的饭还很多。有一些鳗鱼是会吃起来有点带甜味的，我觉得他们家是咸味比较重一点点，那细刺的感受度也会比较明显。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饭，是因为他们的饭都会去淋到那个鳗鱼的酱汁，真的很好吃，几乎每一粒米都会有吸附到那个鳗鱼酱汁的那种咸度，是我很喜欢的。但是就是这样一碗其实有一点无聊啦，因为它就真的只有鳗鱼配饭。可能我们以前去吃的那种鳗鱼饭会有什么好几吃的吃法，那因为这个就真的只有鳗鱼饭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没有这么满足的感觉。如果你是敢吃辣的，旁边有一个山椒，加一点点，它会让你的舌头麻麻辣辣的，我觉得也蛮有风味的。这家茶和木是专卖抹茶甜点的店，有卖抹茶冰淇淋、饮品，真的热爱抹茶的朋友这一间一定不能错过。他们家最人气的就是这个抹茶蕨饼，外层裹上新鲜现磨的抹茶粉，微微的苦味，搭配中间微甜 Q 弹带粘性的蕨饼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饭后甜点。沿着参道走到最后，就会来到有着千年历史的成田山新胜寺，是日本很有名供奉不动明王的寺庙之一。从总门走进来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参道通往仁王门，许多游客都会在这边拍照。好啦，我也是游客。仁王门是日本指定重要的文化财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写着鱼嘎喜的大灯笼，是东京鱼市场的信众捐赠的，也是很多游客会拍照留念的景点之一。继续往上走，就会来到大本堂前。一走上来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宁静庄严的氛围，也可以体验一下日本参拜文化，祈求平安。在大本堂的左侧就有商店区，也可以在这边求个签。因为我这一次独自来日本，就想说求签问一下这几天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。还好我抽到了大吉，签上还写说应该会有贵人相助，看来这趟旅程应该会非常顺利。新胜寺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御护摩祈祷仪式，就是用特别的新柴升起大火来焚烧写着参拜者的愿望的护摩木，透过火焰把祈祷者的愿望上传给不动明王，就可以祈祷愿望实现。有来成田市观光的朋友一定要来参拜一下新胜寺，感受一下千年古寺的独特魅力。逛完出来，接近傍晚时分，街道也燃起一点夕阳的色彩，怀旧的江户时代感又更浓厚。可以这样悠闲的走在这个街道上，真的非常放松。最后回程路过这家藤月，是一间仙贝的专卖店。会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像棒棒糖的仙贝，一个只要70日元，有够便宜的，就想说买一片来吃吃看。不过这个仙贝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口感偏软，很像是接触到空气软掉的感觉，这个我觉得还好。最后逛得太开心，走到车站就想说赶快坐车去东京市区。猛然一想对吼，我的行李，还好我有想起来，不然就尴尬了。从京城成田可以直接坐车回到上野，但因为不是特快车，所以会坐比较久一点。想快一点的朋友也可以坐回机场转乘 Skyline 了。坐上车就顺便休息一下，准备晚上再战东京市区。坐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，终于来到东京车站。今天晚上就在东京车站周边晃晃。每次我来东京车站，一定会来吃这家根室花丸。这家最特别的是，它是采用立食的方式用餐，这绝对是不能
错过的一种日本文化体验。他们家有提供各种语言的菜单，也会有图片参考，所以在点餐方面不用太担心。点餐的方式是要用写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写日文，师傅会比较方便，也可以写菜单上最左边的编号。如果不要加芥末，记得圈选最右边的拔。所有的握寿司都是现点现做，做好之后，师傅就会摆盘放在你面前。鲑鱼是我最爱的，走一个厚切鲑鱼路线，真的很新鲜。鲑鱼的油脂也刚刚好，鲔鱼的部分也是非常鲜甜，厚度有比鲑鱼厚一点，是一个比较有鱼肉感的一款。最喜欢的是这一款美味的鳕鱼子握寿司，浓郁鲜甜的口感与咸香味道真的有够好吃，这个是我唯一有在加点的一款。吃饱之后就可以拿着点餐单到柜台结账就可以咯。这次吃的8罐配1杯啤酒就要400多块台币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咯。这一集也要非常感谢 With Me 行李箱，让我这一次东京独旅多了一个陪伴者。最后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独旅啦，所以这一次刚好有这个 With Me 行李箱陪我一起去，我觉得蛮多心得的，也想要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觉得我还是帮大家整理出了我觉得使用这个 With Me 的一个29寸的波卡箱的一个使用心得。第一个够好拖这件事情，其实就像我们上次香港影片讲到的，其实他们家的轮子就是 Hinomoto 的万向轮嘛，其实真的让我在拖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顺畅，真的就是一个顺畅，我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。这一次就是把这一整个箱子装满满哦，我后来又再拿了另外一个袋子装在上面，我这一次是拖了40公斤回来。即便这个行李箱上面，应该说上面加里面整个这样40公斤的承重，它在拖行上面也是很好拖。第二个是它够好装的地方，我跟你说，像我们这么常去日本啊、韩国啊，那个饭店都超小的，那他们家提供的是所谓的这种前开式。虽然我知道啊，前开式这个也不是多新的设计，大家一定都有用过了，可是前开式就是很方便啊。因为像以前我们去日本没有买这种前开式的行李箱啊，它就是一个你要整个打开来啊，饭店就空间不够啊。那像我跟木易阳，如果之前出国玩，我们都是1人带一个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行李箱根本就打开来，整个房间就没地方走了。有了这个前开式之后啊，我现在东西我也不会拿出来，我现在东西都是直接分类放好在里面啊，我就给它盖起来，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就好了，超方便。它里面的收纳也是很足，你看光上面这个哦，我真的好喜欢它上面这些收纳设计。像我都会带很多面纸啊，然后像我这次什么袜子、内裤啊什么，全部都是直接一格一格的，直接都放在这个里面。我真的也很喜欢它的这个网子的收纳，真的提供我很棒的收纳空间。再加上它的里面的这个侧边，也都是有做额外的这个拉链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放很多，比如说刚刚说的电脑线、电源线啊什么的，你都可以直接收纳在这里面，这也是很赞的地方。行李箱如果不能扩充，真的我的不行，我一定要买能够扩充的行李箱。它也是可以提供扩充功能，所以让你在装的时候真的可以装很多。我这一次啊，用这个行李箱装了一个免治马桶回来。所以你看它有多能装，我免治马桶之外，我还有其他的东西哦。第3点的部分，其实在上次我们香港的自由行影片，我们也有分享过啦，就是它够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有提供券客服务这件事情。那我们这个大的也是有券客哦，这个质感真的是太好了。而且像我这一次啊，我这一次回程的时候，反正我托运嘛。然后那一次刚好我们那个托运转盘上面有4、5个班机同时来，然后那行李超爆多。然后你知道我这次又是白色的，因为白色行李箱应该是我看到那个转盘上面最多的，不是黑色就是白色，它真的很容易会被拿错。在拿的时候，你就是还是可以额外再多一个注意是哦，上面有印双人许，这就是我的，你就不会有拿错的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券客服务很特别、很客制化，又可以减少行李拿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法。再来第4点是够稳固的部分啊，这个其实在上一次香港影片我们也有分享到啦，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束带都是有做所谓的下压式束带，而且他们都是做固定在底部的，所以它可以帮助你在收纳的时候，即便东西比较少或者是东西比较多的时候，把你的东西可以好好的稳固在行李箱里面，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啦。最后一个当然是够安心啊，这个我当然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啦。之前
会买一些比较便宜、经济实惠的行李箱。那当然，这一次 With Me 他们家的行李箱从海关所是有通过 Travel Sentry 的一个认证，整个行李箱都有通过台湾的 BSMI 的认证，所以真的是从里到外都是有受到严格的把关的，是有通过一定的标准的，所以你在使用上面啊、耐久度上面都能够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品质。然后可以帮助你在旅程当中、旅行当中，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安心，而且是帮助到你的角色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。特别像我这次在独旅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除了帮我装很多东西，然后也让我很好拖，这件事情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行李箱，非常感谢 With Me 行李箱跟我们的一个合作。那往后也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用轻松的方式带着 With Me 行李箱到其他地方去玩咯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！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